大家好，欢迎收听3楼8号，我是丽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2年呢，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遇到问题会问 Google，OK，Google Search。现在遇到问题我们会问 ChatGPT。以前的孩子哦，不会写作文，不会做功课，会来问父母。现在呢，他们可能直接就去 AI 了。而更多让家长感到焦虑的是，很多家长自己本身其实还搞不懂 AI 是什么，还在摸索这个时候该怎么用，他们的孩子呢，却已经开始用 AI 写报告啦、做简报啦、PPT 啦、找资料啦，甚至是修改自己的文章。所以 AI 不再是未来，它已经来了，而且不会离开了。那事实上呢，世界各国也开始认真面对 AI 对下一代带来的影响。像澳洲去年通过法案嘛，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挪威呢，除了讨论儿童数码安全课题之外，也开始推动有关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 与儿童使用规范的讨论，希望可以帮助儿童从小建立正确的 AI 使用观念。这说明了什么？今天讨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让孩子接触 AI，而是当 AI 已经成为他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陪伴孩子跟 AI 共处呢？所以今天3楼8号的主题是：当 AI 比我们还聪明，孩子需要学什么？我们邀请了2位长期关注 AI 教育与未来学习发展的嘉宾。首先呢，我要介绍的是许君怡老师。君怡老师呢是2个孩子的妈妈，目前在马来西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提升媒体与 AI 素养教育的成效。那同时也是 Chivo 教育单位创办人，推动中小学生 AI 素养的教育。先是哇，非常的迫切啊，这个需要欢迎君怡老师。丽丽你好。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孙德俊老师，德俊老师呢是营销科技公司 Ansomi 联合创始人，曾经2度担任马来西亚数码协会主席，长期关注互联网、数码转型、人工智能与未来科技发展，也是多个数码与科技论坛的讲者和科技评论人。有一点介绍有点长哦，但是必须要说出他的实力，我们才知道说今天这个节目邀请2位来，其实是有原因的德俊老师呢还写了2本书，AI 时代2053、数码时代48个生存基本法。那长期研究科技如何改变商业、社会以及对未来人才的发展方向。所以邀请到德俊老师今天来呢，是除了谈 AI 本身呢，更希望是可以从未来世界的角度去出发，陪我们一起思考，当 AI逐渐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应该要培养怎么样的能力，才能在未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欢迎德俊老师。嗨，丽丽好，大家好。2位好。那我想很多家长呢会有同一个感受，就好像觉得说，一转眼呢，这个 AI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从最基础的问题聊起的话，第一，君毅老师，你自己本身就长期接触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嘛，所以目前从小学、中学、大学来说，孩子接触 AI 的程度大概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可能从不同的国家先开始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政府啊、国家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他们都有出一些报告跟数据。比如说，我们先聊我们的邻国新加坡。那新加坡政府最近发布的一些数据呢，就是说新加坡的小孩哦，呃，有一半以上8岁的小孩就已经开始接触 AI 了，这个是去年的数据。嗯然后呢，13岁以上的小孩接触这个 AI 已经有接近95%。然后，所以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得出来，新加坡政府他们已经很关注这样的一个课题，因为他们要先深入的了解到底我们的小孩在这个使用 AI 的那个普及程度是多少然后也因为这样的数据也导致他们新加坡政府在他们的教育部已经开始积极的推动 AI 素养这样的一些课程。然后在英国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基金会他们做的一些研究，也是显示在英国方面呢，青少年也是有一半以上的一年里面就是从本来的可能30多%，然后在一年之后，那个数据使用率已经超过40%，就是增加了40%，达到70多%。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渗透，然后小孩
就是适应新科技，其实速度是非常之快，甚至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对这个是比较宏观的。对。那德俊老师，我很想了解，你自己本身也有两个孩子，中学、大学的年龄了，所以从你的观察以来，你的孩子在 AI 方面 adopt AI 这些工具的速度，会不会非常的神速到你觉得有一点担心，有一点需要提醒他们一下的？呃，如果以我个案来看的话，我觉得会稍微可能和主流不同。第一，虽然我在工作上推动 AI，但我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推动 AI。有我因为有什么原因吗？我就让他独自发展，然后再从旁观察，right？但 of course 我们会在聊的时候聊起一些工具的名称，但在我发现说，诶，他们在学习上，他们某一个程度上，他们会选择性的在 A 工作的时候不选择，在 B 工作的时候选择，所以这让我还蛮宽心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在特定在做一些跟创意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偏重于专注自己创意的发展，并且不会让 ChatGPT 等等之类的工具去主导，哎，所以这一部分，当然我也不确定为什么会造成他们这样啊，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然后也要说，因为这两个小孩的年龄已经接近20岁了，所以对我来说，他们还不是所谓的刚才君怡提到的那么小的小孩，right？那些那么小的小孩，就是我所谓的真的就是以 AI 一起长大的小孩。嗯。说真的，我不太能确定20年后他们会变成怎么样的族群，但至少今天，如果你在15岁以后，你是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小孩，AI 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个选择权，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情况下不该用。当然之后我们也会聊到父母又要怎么样从旁帮助他们。对，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所以君莹老师，在过去2年，你还在教育的前线嘛，所以 AI 在教育上，对它的本质带来的怎样的改变？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从好几个层面来看。第一，可能先从老师的角度，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以前我们大学很习惯的一个功课，就是给学生写议论题 （argumentative essay） 嘛，就是给他们一个议题，然后他们要去自己找资料啊，然后自己去评论啊，正方反方这正样子。方反方，或者是到最后去梳理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不止2年前，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我在教媒体法律的课的时候，也就会这样的分析一些法令嘛，媒体法令，然后就发现，就是诶，为什么大家教的功课都差不多一样？答案。那个答案、那个文章很像。然后我当然知道那时候已经有 ChatGPT，只是我没有想象到说，原来就是我的班那时候有80多个学生，然后我改文章改到非常的沮丧，就是大家好像机械的写那个，连那个法庭的案例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就是直接在课堂上说，你们都用了什么来写这个文章？然后久了，我就发现，我们老师也要改变那个出题的方式了，就是这些议论题已经可以轻易的被 AI 就是写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几年我调整他们的功课，就是比如说给他们多一些 project based 的，就是我不再让他们写议论题，我让他们去做一些很实际的第一线的一些分析个案。比如说我直接说，你选你的家乡最近5年内有没有一些因为言论自由、媒体法令的问题的案件，实际的案件发生，你要去找。你要自己去看新闻，比如说你来自 Segamat Johor，你就要找 Segamat 有谁当地人可能发了一个推特，然后被控诉这样子。当然，这些功课还是可以用 AI 帮忙，但是 AI 的角色就比较多是协作，而没是，有办法当成那个给完你对，全部答案的对对工具。对，包括一些新闻系的一些，我也是加强了那个 project base 的这个元素，然后甚至给他们一些任务，一定要是靠他们自己的实际的观察、实际的分析，所以他们必须要产出很多自己的 primary 的一些 source 这样子。呃，我觉得这一点我给一点想法，就是我自己也注意到，现在很多老师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状态，像君怡讲的，嗯已经没有限制
同学们是不是要用 AI 不用 AI 了，嗯，因为 it's like by default 你会 assume 他们用。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确保他们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把它变成更多 presentation oriented 的东西。对，那如果今天说，哎，这个问题我丢给你，你要教的时候是你上来 present，你上来 present 的时候，作为老师的军医，所以突然间丢几个问题是的给他，然后以他回答问题、理解这个问题本身的情况来回答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说，啊，你是理解的，你对拿 A，对，或者说，哎，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完全是 AI 做的，slide 已经是 AI 的 format 了，然后你也不能够理解问题对，sorry，你 fail。对 right？所以我觉得未来教育的整个改革其中之一的一种面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的好奇就是哦，OK，不是所有的老师像君怡老师这样子跟在 AI 的发展的尖端那边，然后很快的就做出反应，是在教学上也做出一些改革。OK，很多老师其实也跟家长一样，还在摸索着 AI，然后学生用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发现他用着到底要怎样知道说他到底理解还是不理解。所以当这个教育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输入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在 AI 的时代里面，老师跟家长他扮演的角色，其实起了怎样的变化？你要嗯，开始，当然，我觉得老师和家长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都相对来说都重要啊，缺一不可啊。先说老师，那刚才丽丽提到嘛，老师的角色已经不再是教知识的灌输了，为什么呢？因为 AI 的知识永远比我们厉害，AI 永远懂得都多过我们，它整个世界的知识都在里面的。那老师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个人觉得，传统上如果说你老师一进到课堂开始教授知识，然后学生吸收，那现在慢慢，我觉得老师应该进入一种状态，说，诶，我在知道同学们用 AI 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样指导学生善于利用工具去完成去学习？这种情况有一点点像是球赛里面的教练。好，我觉得老师今天应该慢慢进入一种教练的模式。你应该怎样打这场球，或者说你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样去假设答案，或者怎样去借助工具帮助你找到答案，理解答案，并且呈现答案。这个是今天老师应该做的。当然，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第二个角色有一点像是一个 curator，content 的 curator。他怎么样呈现学习的内容，有一点像是厨师啊，老师就有很多菜啊，然后告诉同学们你要怎样炒出一盘好菜 ，right？那在这种过程之中，我觉得同学们就会通过教练，通过 curate，然后再加上老师也可以带一些工业的经验，带一些外面的一些经验进来学校，带一些 industry 的 expert，如果是大学的话，来分享一些工业上的经验。所以这环环相扣，变成说老师有一点像是一部电影的导演，啊，然后同学就是观众，这个导演就怎么样把它做好这个东西，然后让观众完成了2个小时电影的观赏。那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像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讲我是幸运的，我相信大部分家长，尤其现在小孩是大概小学的那些家长，我认为都很焦虑。对呀，像我孩子这样子，他就有跟朋友做 project base 的东西，然后本来他们应该要 group work 讨论，结果反而是朋友直接 screenshot ChatGPT 给他的答案发来给我儿子，诶，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给他一个机会教育。但是即便这样子哦，作为家长，我的想法也是，我自己都还没有很会，我怎么样去扮演刚才德军老师讲的那种 curator 那种 coach 教练的角色？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说，在 AI 的这个 literacy 方面，识读方面，基本上是在马来西亚可以说是真空。很多才刚刚起步，这也是为什么君怡老师你有创办了Chivo 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希望可以给现在的家长、老师、小孩
一个 AI 方面的认识？我当初创办 Chivo Education 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整个真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大学的情况，因为我们都会认识不同的来自各大这个学院的那个老师，其实大学方面可能的那个警觉跟那个比较高。比较高一点，甚至在马大，我最近才上了一个网课，我们的马大的那个系院长他直接说。你们要写论文，你们可以用 AI 来帮你分析，但是你的 data 一定要是你自己索取的，那个就是你的 research 的珍贵之处所以有些大学可能很开放的，已经有一个政策，你要怎么样指导学生，你要怎么样使用 AI，嗯但是我觉得中小学好像反应还没有追得上。嗯其实我最近也得知说，其实教育部会在7月份推出 AI 指南，就是 AI literacy guideline。然后我们大概其实都知道说，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从教育部由上至下的这个政策是需要很多时间。我觉得有点仓促。有点太迟了，真的完全全面落实中小学的那个 AI literacy。所以我就想说，不如我们从私人界的角度先开始起跑。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设计 Civo Education 在设计一些实体工作坊给中小学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给家长的这个 AI 素养的讲座会。嗯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家长和学生可以同步一起学习，因嗯为如你所说，尤其是如果家里的小孩还是小学程度的时候，其实家长在陪伴课业上的那个角色是比较大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办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家长一起参加，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大家都有工作，我们用 AI 的层面跟那个用处是不一样的。我对。们用 AI 是来工作的，但是小学生他们是应付课业，那其实我们可能并不一定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告诉小孩，就是那个界限嘛。你不要让就是 AI 去代替你的思考能力去寻找答案的那个能力，这样。那我知对。道德俊大哥你也平时出席很多的科技论坛，所以在这一方面有没有看到国外在教育上，中小学生用 AI 学习的一些apps 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可以取经的地方？嗯，当然这些发展都已经在国际上慢慢产生了嗯我时常在不同场次有分享，其中一个美国的例子就是 Camingo。Camingo 是Khan Academy 的创办人，他们开始和 OpenAI 合作，怎么样把大型语言模型这样的技术带进教育里面？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棒，因为首先我们作为家长，像刚才丽丽讲的，你的经验，你就害怕小孩马上拿到答案，他就没有思考，嗯没有思考就没有学习。那在 Camingo 和 OpenAI 的合作，就是怎么样建构一个在回答的过程中，这个 AI 不是马上给你答案的。好，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你在做一个化学实验，你说，我现在要把 A 和 B 掺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卡明狗可能就不会马上告诉你答案，他就会跟你说，如果你要把 A 和 B 掺在一起，可能会发生以下3种情况，他就列出3种情况，然后反问回学生，你认为最可能的是哪一个情况？他嗯。就从这样的一个经验慢慢去引导，到最后 Camingo 和他呈现的一个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小孩是需要思考的，对，小孩也借助 AI 的工具来帮助学习。而且也开拓了一些学习的范围。对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今天 Camingo 还在测试阶段，然后也有一些选择性的学校开始去 subscribe Camingo，一年好像$25之类的给这些学校使用。这样的一种模式，我相信，不管是 Camingo 或者其他的软件公司，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开发类似的产品，因为背后还是大型语言模型，只是说你告诉这个大型语言模型，你现在是一个老师。你不应该跟同学们马上说答案，但你应该做几个 step 的假设，引导同学们慢慢去学习。那套回丽丽刚才的例子，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同学不是马上找到答案，嗯，他就可能跟同学说，哎，你知道吗？我在 AI check 了一下，他告诉我们有3种可能性，同学们，你们认为如何？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对，然后的确是了，但是很可惜的，刚才德俊大哥讲的这个卡米果还没有进到马来西亚，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家长还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可以通过什么 VPN 啊，可以跨国进去试用一下吗？因为其实费用没有很高。当然，也跟课业内容或者说不同的国家有关啦。但好消息是我出席一些创业大赛的评审工作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我开始看到有马来西亚的新创公司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嗯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就是说有人已经注意到这是一个可能的市场。所以你看，做父母现在真的很难。对，要以前课业上的课本上的知识你传授给他，因为你已经学过了嘛。对但是 AI 自己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自己都还不是很会用，然后你就好像要知道说未来要怎样走，然后你现在就要为你的孩子做好准备。所以我不知道君怡老师，你觉得在家长在这样子的一个年代的时候，可以怎样让自己更加有备无患？我觉得第一是先稳住自己的心，先不要焦虑，因为其实如果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阶段是因为很少人，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子3个坐下来去谈这个 AI 教育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在比较，所以当家长开始可能自己在滑手机的时候，开始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因为我们聊的那个大方向其实都差不多一样了，就是我们要先知道那个 AI 它背后的运作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告诉小孩，哎，为什么你不应该直接拿答案？因为有时候 AI 输出的那个资讯也是会有错误的。那因为我发现到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们自己的 AI 素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也还在，就如你说，他们也还在摸索着。所以我觉得不管成年人有没有小孩都好，其实都是要一起学习的。所以，就是我们只能不断的去让自己知道这个是什么 AI 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家长可能在工作上已经可以用到很 advanced 的 AI agent 啊什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我给大家建议是，必须要告诉自己，我虽然每天都在用 AI，但是我对 AI 的认知还是有限的，因为那个发展太快了，科技发展太快。只要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的对这个事情都还有一些局限的时候，你才会不断的有那个好奇心。对，然后有没有一个，因为最近挪威嘛，就对这个生成式的 AI 使用限制，讲说6到13岁是全面禁止在课堂使用的。所以其实，在 AI 使用方面，有没有讲说一定的年龄？你看现在我们还在烦着说social media 几岁不能够，几岁才可以给孩子看电视，几岁才可以给孩子手机。那现在我们还要多一个问题想，几岁才可以让他接触 AI？德俊大哥，你有什么看法？当然这是一个两难尤其我在做科技推动上，一直会注意到的就是科技的发展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产生了你今天要用和不要用，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我举2个例子，计算机是最简单的一样东西，你什么时候告诉小孩你不能用计算机？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小孩们都会用计算机。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基本应该会做的事情。未来的 AI 也是这样，或者现在的 AI 也慢慢变成这样。那我们就会进入一种状态说，你开始小孩上小学的时候，你去学一下1+1等于2， 2×2等于4等等之类的，是你告诉他你不能够用计算机，你要开始去背一些乘法表，有的没的。建构了这个数学的基本概念之后，慢慢升上中学的时候，你告诉他，你现在学微积分，你需要用计算机。对，你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带计算机。我记得小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突然间老师说考试的时候可以带计算机，感觉很良好。对，但其实帮助也不大啦。你不了解微积分，带计算机进去也不会。是，所以同理，今天 AI 就是这个计算机。今天这个时代，小孩们的计算机就是。你不能跟他说你
不能用，你只能跟他说什么情况下你不该用，所以就变成君怡在做的 AI literacy 很重要，因为家长、老师、同学要相互的合作，去建构一个可以使用的规范和条规。以此类推，我觉得就像后来这些小孩长大了，他去工作的时候，面试的时候，肯定不会有人问他你会不会开车，因为开车本来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必备的一个生存技能。AI 就是下一个你会不会开车的问题，因为你去上班，你去面试，这一代的小孩也不会有老板问你会不会用 AI，因为 by 对 default 你就应该会用 AI。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我这个年代踏出社会工作的时候，Microsoft Word、Microsoft Excel 对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skills，所以对变成以后 AI ChatGPT、Gemini，然后 Claude 对什么都好，都对变成很基本的。对，丽丽讲得很好，现在的 CV 你怎么可能会看到 CV 说我会我会 Microsoft Office 呢？都不可会啊能嘛，就有点redundant嘛，right？但现在的 CV 已经会有老板要求 job description， 你需要懂哪一些工具。是，但我跟你说，5到10年之后，可能也 by default。对，就你去面试的时候，或者你找到这份工作之后，突然间老板发现你不会，竟然会回问你竟然不会，对，我们会进入那个状态。你有没有觉得你比我们早个？因为居尼的孩子也还小，我的孩子也小学嘛，你的孩子已经中学、大学，你有没有觉得你那个年代当上父母，你觉得很幸运？我绝对觉得我是幸运的，祝福2位。这样子讲起来好像很悲观呢。你有没有给接下来的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讲讲呢 tips，他们必须要懂的东西？然后呀，其实我不觉得是悲观啊，我只能说每一个时代的小孩和家长都有不同的挑战，只是刚好变成这个是你这个时代的工业，你需要去面对它，而且速度太快了，我来不及消化，又另外一个挑战再来。这是肯定的 ，right？如果你回过头去看，那我的小孩是小学的时候，那就是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也会担心社交媒体，我们也会担心 TikTok 荼毒对他们的思想等等之类的 ，right？那些内容，那我们也会开始去做一些事情，让这件事情的伤害是降低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首先就像君怡刚才讲的，家长要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AI 时代 ，right？首先当然不 formal，right？先定下心来，看一下周围就是你的小孩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某一个程度上，家长和小孩都应该去上像君怡之类做的课程吧，让这个如果说国家还没有采取相对的步骤，你自己应该要先自救，要先自救，right？就像15、20年前也没有什么 guideline 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使用社交媒体嘛，但我们也开始去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只是说当科技发展速度又这么快的时候，你作为家长不能什么都不做。我有要补充，就是我其实很认同德军老师讲的，就是我觉得 AI 这个崛起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来的。因为其实，在 AI 生成 AI 还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我在讲这4、5年前，其实我们小孩失去思考能力、专注力不足的问题，其实都一直存在的。只是说当时候没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转机，让我们去这么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小孩可能不爱看书了啊，也因为社交媒体啊、互联网啊，就是短视频的时代、碎片化的资讯，注意力短缺，其实这些问题已经出现了，只是我们还抱着那一种就是没事啦，大家都会好好的。但是因为几年前生成式 AI 这么普及之后，我们用英语或者是我们人的语言去可以指示电脑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突然焦虑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说家长也好，整个逼大家去好好的看这个问题，大家终于可以坐下来说，我们的思考能力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有多的机会去
讲这一方面，去讨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机来的。那两位现在都是家长嘛，所以你觉得培养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来，德军大哥先说。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告诉小孩一件事情，当每个小孩都可以用生成式 AI 工具生成内容的时候，你的分别和别人小孩又在哪里？Right? In a way， 在英文就是说你要讲 outstanding 啦 ，Right？ 因为大家都可以 produce 同样的 PowerPoint， 类似的 PowerPoint，大家的 PowerPoint 都这么漂亮 ，Right？ 所以从这里去理解，我就觉得说，哎，今天的小孩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要念什么？什么系会3年后没有价值？你说今天如果一个小孩要去念美术，你看到生成式 AI 可以这么轻易的生成这么棒的 infographic、PowerPoint、image whatsoever， 你应该阻止他吗？这是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以前的 Photoshop 也好，现在的 AI 工具也好，都是工具。对，如果你可以用不同的工具生成不同的 image， 到最后决定你不同的是，你决定用哪一个 image 呈现给你的顾客。假设你在工作，那人的判断力在这个时候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那你的判断力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的素养，取决于你对美的需求。如果是 designer 的角度，right？ 那所以每一个 designer 都可以生成，每一个人呈现给顾客的东西都一样，顾客都不需要你们了，他自己也会生成。那你作为一个好的 designer， 你怎样把美看得透，怎样把这个 output 当作是顾客需要的 solution， 并且呈现给顾客，这就是你今天去大学学习的时候应该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的小孩应该专注在如何吸收相对的知识，就是你有兴趣的知识。如果你是 graphic 的，或者如果你是文学的，如果你是物理的，如果你是科学的，你一定有某一个兴趣的特长，然后你去吸收这个知识，让自己在 AI 工具的辅导底下，你可以做出最重要的判断。未来你的判断力决定你作为个人的价值。那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接触、沟通能力，还有互相提供温暖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其中一个活动，我会让小孩子去选择，你觉得未来30年哪一些职业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我给他们的选项，比如说有游戏设计师啊、心理辅导师、老师、医生这样，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提问，给小孩去思考说，未来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被，甚至是厨师、水电工啊，就是这种手作能力，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与人沟通？因为我们也发现以前在手机上瘾的，就是现在手机上瘾的问题，也造成很多小孩根本都和真人聊天都不太会看对方的眼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让我们好好的再次的去注重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就是那个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之前也有说AI 来了，老师会被取代啊，那我自己是不认同的。他没有取代，他只是老师的角色转型了。对，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专家说，如果你认为 AI 可以取代这位老师，那这位老师大概平时也没有给学生很多的温暖，甚至是一些真人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指导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未来到底你会不会被 AI 取代，真的是取决于你还有没有具备人类可以做到而 AI 做不到的东西。当然还有就是批判能力啊，就好像德军老师讲的，就是你有没有判断力。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小孩，其实他们虽然很多资讯有很多很好的答案给了他们，但他们也其实都不会选。那其实你再会用工具，其实也是徒劳，我觉得。刚才德军大概有讲到说，判断力很重要，但是小孩长大以后要有这个判断力，这样他一定要
有一定的底蕴、一定的内涵。所以这个其实回归到一个我很关心的课题，就是阅读。所以在 AI 时代之下，阅读的重要性其实会不会降低了，反而变得更加重要？这是很吊诡的一个问题啊。当我们发现 AI 让知识垂手可得的时候，仿佛你不需要阅读了。但是我认为相反，因为如果回过头刚才去看我的分享，我们说你要有好的判断力，你就一定要有特定的底蕴去决定我选择 A 方案、B 方案还是 C 方案。那你的判断力是怎么样建构起来的呢？是你对特定的 subject matter 有更透彻的了解，这个透彻了解就是学习嘛。讲的老生常谈一点，就是活到老学到老。那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阅读。所以我尤其觉得，当我们好像发现大家小孩都已经看短视频啊、看视频啊，没有耐性啊，只看 screen 啊，不看书的时候，当然书的存在 format 有很多啦，它可以是一个 e-book， 它可以是一个 physical book， 它有的没的，但最重要还是知识的萃取。阅读就是知识萃取最重要的一环。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更深层的阅读，更深层的理解某一个 subject 的话，其实你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刚才我讲的那种判断力的一种建构。所以我希望家长在这方面，深切的了解到阅读扮演的角色，并且鼓励小孩，或者说努力的培养小孩在阅读方面的兴趣。是我自己本身的见解也是觉得说，当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时候，阅读准没错。君妮应该也是这样想法的。对，因为其实瑞典最近也非常很高调的宣布说，他们要将这些电子产品啊辅助学习的这些工具先推回第二线，他们要把第一线放回纸本课本。那其实当然就是有原因，他们的报告也洋洋洒洒的列出非常多专业的一个意见。那回归就是比较大的方向，就是其实阅读会让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吸收知识。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因为都太快了，我们小孩都太快了。那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让大家慢下来？那因为阅读可以让我们去停下，比如说你读到这一段你不明白，你可以停下来去思考，甚至去消化。但如果你是通过一些比较互动式的，比如说 multimedia 啊、短视频，它太快，是快到我们的大脑都还没有吸收，它就飘走了。所以我觉得，阅读还是就是让我们建构基本知识，然后就如你所说的那个底蕴的那个存在的那个意义，我觉得是，所以谢谢两位今天做客3楼8号。当然，AI 的确是最令人担心的，其实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而是他们拥有了答案过后呢，像德军大哥讲的，还会有判断力，还会去思考，还会去质疑。这个质疑的精神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在 AI 里面还有很多资料是可能出现错误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帮助大家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应该为孩子在未来怎样做好准备？未来不会是 AI 取代人，而是懂得与 AI 协作的人，创造新的可能。而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呢，或许不是说要怎样去战胜 AI，而是要如何成为 AI 无法取代的人，像该德军大哥所说的。所以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3楼8号。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欢迎点赞、分享、订阅3楼8号，让更多家长一起加入讨论。那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 Our Lily's Project 同社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陆续推出专为孩子设计的媒体识读与 AI 素养的工作坊，帮助孩子在 AI 时代建立判断力、思考力与创造力。我是丽丽，我们下次3楼8号见。